做两岸问题最基本的3公报要去看，反分裂国家法不用看吗？他反对的是分裂，但是黄伟汉把它扭曲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一，你只要没有这样想，你就是台独。里面讲的是要去实现和平统一，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条逼迫你现在就得立刻统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谈台独，但你有听过独台吗？2001年，中国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文章，括号代表报社立场除了谴责台独，括号修宪建立台湾共和国，也点名3种状况叫独台，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2，拒绝接受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消失；3，坚持一个中国两岸分治，目前中华民国的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以上所属状况都属于独台，算是 B 型台独，跟台独没有差别。这篇文章复旨后4年，2005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彻底不管台湾蓝绿谁执政，是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只要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都是违法，都是台独。也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年2005立刻提出严正抗议，并在马英九竞选总统时2008刊登报纸广告，跟台湾国人承诺：1. 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2. 坚决捍卫中华民国主权；3. 坚决反对反分裂国家法。如果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不存在，那还选什么总统呢？问题就出在2008的国民党跟2026的国民党还一样吗？他其实在扭曲中共官方的解释。当然，他说他提出了2001年中国解放军报报社立场，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很大，中国解放军报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一个立场。而且，请问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2001年，当时的政治背景前一年是2000年台湾发生的第一次政党轮替，由民进党首次执政，陈水扁当总统，哪怕是李登辉执政的年代，那个时候李登辉不绿甚至不独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在30年前的台湾，大多数人的国族认同是中国人。可是当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哇，要台独建国的民进党既然首次中央执政了，很多人在担心说，民进党执政会不会顺势宣布台独，然后就要开战，甚至是不只是2000年啦，1994年那个时候陈水扁在选台北市跟赵少康跟黄大洲，就赵少康也是辩论的时候说，这个如果让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哇，中华民国要灭亡了，直接因为他会宣布台独什么，那你台北市长宣布台独，那还成何体统？那是不是要爆发战争的？那更何况是西元2000年的这个政党轮替，陈水扁当总统了。当年陈水扁讲的话，现在赖清德也在讲，台独只能说不能做啦，只能做不能说啦，不可以承认。赖清德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另外宣布法理台独。那陈水扁当总统之后，他说什么呢？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了。所以呢，当时民进党执政2000年到2008年8年之中，民进党告诉台湾人民的就是我们想台独，但是其实做不到。但是请大家继续把票投给我们，让我们继续执政，或许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台独了。20几年前民进党就这样子，中共那边当然也是看在眼里啊。中国解放军报就刊登了这样子强硬立场，说我知道你们这些民进党人，你们执政，但是呢，我也知道你们缩回去了你们说没，我们没有要宣布法理台独。老看起来很强硬的文章，其实在警告那一些披着中华民国的皮，骨子里是台湾共和国的骨的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士，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样的心态假装没有台独，其实是台独，想台独，要台独，他取了一个名称叫做独台。那当然后来独台这个字后来有点被扩大解释啦，但凡是你觉得你想要永久维持现状，永远不要统一，那这种可能也叫独台，类似的但是我们回归到2001年那个时间点，这3种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立场来说，当然必须主张这3种状况。为什么？因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我不能够承认中华民国。反过来，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说，我们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今天如果不管你是哪一党的，只要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然后我们在台湾，请问这是不是国与国？这是不是两国？这是不是一种独立？不管是你要叫它华独、独台还是台独，但它就是两国论。当然，却要否定这种立场就中共官方的立场，它当然必须要去捍卫这个立场。所以呢，这一些其实都前提是你要不要承认两国。
是你仍然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只是我们不去争那一个中国。所以破这一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说2001，那你中间黄伟汉又提了马英九选总统是2008，这3条的说法当然会比较讨黄伟汉的喜欢。可是马英九真正的两岸主张，或者说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张是什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的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基于大陆的，但中华民国的治权缩限于台风金马，就所谓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嘛，这都写在我们的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白纸黑字的条文，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马英九第一个他承认九二共识，第二个他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刚才这些的法理的观念他都非常清楚。那请问老共中共官方那边他会不会把马英九看成台独、独台或华独？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马英九的保证。马英九有说了，我是遵循着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告诉我们两岸同属一中，那只是说我们两岸分治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但我们的主权是基于大陆的，但我们的治权管不到大陆，我们的治权在台风金马。那中共就觉得说，可以，你只要愿意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就没有分裂的问题，我们都是同胞，所以我们可以交流，可以往来。所以从2008年到2016年，两岸就开启了和平繁荣的交流。黄伟汉这一篇很恶劣啦，就是他现在也是想要拉着马英九当做挡箭牌。问题就在于说，刻意去扭曲，就好像说你只要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然后你就变成独台，然后在中共眼中，独台就等于台独，所以你同样都是中共要消灭的对象。没有，老共不是这样想的，老共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讲，甚至老共其实过去几年都有公开说过，没有这样子就要去斗争或消灭你们，你们只要多选一哦。你如果不愿意讲这个一个中国，可以讲九二共识，甚至如果你不愿意讲九二共识，现在最新的习大大说法，你只要中华民族就好了，大家都是同胞就好了，但是不会逼你要求一定要讲一个中国哦，甚至连九二共识，比如说对某些国民党人来说哦，他也不是那么喜欢去讲中国，比如说民众党的柯文哲来说，他甚至也不想要讲九二共识。习近平都说 OK 没问题，你要么讲一个中国，要么讲九二共识。现在来，我再多给你一组通关密语：中华民族。我们在血缘文化上的认同，我们就是同胞。哦，那你只要讲了其中一项，所谓的台独、独台、华独，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是我的敌人，而我们是同胞，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所以，就黄伟汉这边很过分的地方在于说，他去扭曲了独台跟华独的定义，不管是两岸的主张还是宪法的主张，然后回过头来抓着马英九去扣现在的国民党的帽子。这一篇文章，我觉得黄伟汉洗地的方式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有效的。陈水扁刚当选的时候，同年发生2件另外大事情：第一个，南海中美撞击案；第二个，美国要卖台湾驱逐舰。在这2个的时空背景之下，当时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非常紧张，是因为当时总统是陈水扁，还有2个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冲突跟因素。黄伟汉有没有告诉你？没有。再来，1999年，民进党为了要把陈水扁送进去总统府，推出了一个东西，也就是前一阵大家在讨论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写的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推翻了过去民进党由郑南榕那个派系留下来要推翻中华民国的论述。这个包装就是要让民进党可以入朝为官，因为要入宫当官，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只能当太监。当时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就比喻为挥刀自宫，把最重要的民进党的那个命根子切掉。命根子是谁？郑南榕。郑南榕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主张被拿掉。我之前有讲过一篇东西，倡导言论自由只是手段。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之后，民进党只讲台独不讲建国。我现在讲回来是2001年，当时陈水扁就是用了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去到了总统府里面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老共认为你就是要假借壳上市，要去搞实质的台独，才会说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不能接受的，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刚刚去找了，我并没有找到解放军报在2001年有没有明确的3点式的方式去列举独台的样态，我没有找到。这也许是他的总结，也许是他的想法，也许是他的幻想，但是我没有发现有没有明确讲独台的态样是这3种，没有。所以我就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两岸
岸的破冰是在2005年才发生，2005年以后才有所谓的透过国共的平台达成政治上的互信，慢慢的推进，才会有后面一连串的东西。所以在2001年那个时间点，是老共对陈水扁政权最担心、最没有信任，而且认为当时陈水扁随时会趁着美国跟中国大陆起冲突的时候宣布法理台独的那一年，故意把时间的脉络跟来龙去脉全部忽略掉。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发文的日期是5月21号，就在5月19号，赖清德说没有台独，我们不是台独。所以黄伟汉发文的时间点，起心动念是要帮赖清德洗地，要帮民进党洗地，要帮赖清德所谓的没有台独说解释清楚。但是他的打法，就拿老共的话来说，你看，只要你符合这3种，你都被广义的认为你是台独。台独、独台、华独都是完全不同的族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说法，截至目前为止，谁能够代表官方的说法？只有国台办。就连外交部常常讲台湾哪有什么总统，这句话很常拿来呛。是，他是外交部，是讲给外交体系听的。中国大陆他要对台湾的所有官方的立场一律以国台办为准。国台办只有讲一句话，就是反对台独。台独就是台独，台独不是独台，独台也不是台独。独台是民进党想办法扩大打击面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赖清德在2023年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对岸说要打击台独，以前帮9·2共识下定义叫一国两制，这个时候赖清德又要替北京眼中的台独是什么定义下一个定义，叫做只要你投中华民国总统的票，你就是台独。他亲口说的哦，他辩论的时候讲的，那不就在恐吓大家，就是把全台湾2300万人全部定义成台独，不是台独了啦，就是这一招。黄伟汉在玩的也是这招，讲的就是多数的台湾人，即便你是国民党支持者，你也很难反对的一些话。就比如说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呢，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共同决定，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哪一个国民党人会彻底的去反对这句话？问题是他就是错，他错在什么？错在动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不能看他的手段，要看他的动机跟他的目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只是一个过场，它只是那把钥匙，你要看的是为什么要有这把钥匙，跟他想通往哪一扇门。所以一样啊，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这句话老共不准我们讲吗？而且后面要再提到华独，还是一样吃了吴思瑶的口水，要拍赖清德的马屁，用吴思瑶的手段及方法来替赖清德解套，把所有人拖下水。自由亚洲电台这个电台好像被收了吧 ？USAID 啊 ，user 也被砍掉，所以他就挂了。而且你知道吗？自由亚洲电台它的话是93年跟2000年的白皮书，他把它引用来之后写成一篇社论，那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定义。一般来说啦，解放军报只要是写社论，如果是要代表官方的立场，一定会有一个笔名，不会没有署名。对这个东西，你去看《求是》，你去看《解放军报》，你去看《环球时报》，只要是特定立场的，或者是报社，一定会署名，只是那个署名让你一听就知道。这个真的是比较细的，要了解对岸才知道。因为在台湾或者在欧美媒体的文化里面，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的确是不署名的。也就是说，当然在台湾的大多数的媒体人都是受西式教育的，然后也习惯读这些西式社论的文章，所以我们确实会习惯说，没有作者署名的文章代表报社立场，那叫社论。但在中国大陆，中共的官媒也好，或者相关的报纸媒体也好，他们是真的会取一个笔名，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谐音梗，那个就是谐音梗。我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用谐音梗，大陆人也喜欢用谐音梗，所以这一点的确跟我们习惯的社论不署名是不一样的。黄伟汉就掉进了这个陷阱，而且最扯的是，他竟然是被自由亚洲电台给骗。所以我就说了，一开始他引用的资料已经错误了，那他要带的风向，所以我就说时间点太敏感了，就是5月19号嘛，对，就是赖清德服软的那一天嘛。那5月20号又偷偷改回中华民国台湾嘛，因为他发现内部的人炸掉了。5月21号黄伟汉那个嘛，发现说，赖清德5月19号是一个讲法，5月20号是一个讲法，5月21号我赶快把大家变成同一个讲法，所以他也蛮尽责的啦。对了，根本没这篇文章，这篇自由亚洲电台杜撰出来的。然后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真正的造谣，这个还说他可以被自由亚洲电台骗，有没有？这个就非常唬烂的，就是他完全不去看反分裂国家法，完全唬烂，彻底不管台湾蓝绿是谁执政，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只要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都是违法，都是台独，完全造谣。反分裂国家法10条，第10条叫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然后更好笑的是，他还专载在大陆委员会的份上。这里面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反分裂国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于2005年3月14号通过，现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有没有发现里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头衔或机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啊，这是它都是程序用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全国人大的全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好，所以反分裂国家法的条文本文从第10条是公布施行，从第1条到第9条都没有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讲中国，都是中国。那就看不对吧？他妈的，做两岸问题最基本的3公报要去看哦。然后你说这个，比如说6项保证要看，台湾关系法要看，那反分裂国家法不用看吗？做两岸问题，为什么两岸问题不好解？因为两岸问题它的文件很多，层层叠叠。但是再怎么样，如果当你要写到的时候，你得翻一下原文嘛。公然造谣就有点太过分了吧？好了，他就是把一些网友的说法就拿来直接变成文章拿来写了嘛。标题叫什么？反分裂，重点是反分裂。在条文本文的第1条讲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第2条是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3条是指受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第8条反对台独分裂势力。所以你注意看哦，反分裂国家法的这几条重要的本文中，它反对的是分裂，但是黄伟汉把它扭曲成只要你没有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没有热烈积极的渴求统一，就立即统一，马上统一，立刻统一，而且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一。你只要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主张，你就是台独。没有，反分裂国家里面讲的是要去实现和平统一，他也说了，他要透过两岸平等的协商谈判，也可以说他第7条有步骤、分阶段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然后可以协商谈判，结束敌对，发展两岸规划步骤安排，台湾政治地位、国际活动空间。反分裂国家法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条逼迫你现在就得立刻统一，而且是统一只能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我刚刚甚至说了，从第1条到第9条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国家法它其实延伸的就是过去是江8点，所谓的治台的8点嘛，把它变成是从一个政治的宣传一种精神把它制度化，其实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高深的学理。马英九的和平民主统一法办风波沸沸扬扬，除了讨论前总统是否忘记了又是否被谁背叛之外，我更在意的是马前总统最后一次去中国是去年6月在敦煌的脱稿演出。之所以说脱稿并不是我个人猜测，而是前总统当下所言。他说他的两岸统一主张明确要求2点：一，不能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二，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语毕，国台办主任宋涛接着上台补充，台湾的前途跟命运要由两岸全体中国儿女一起决定，反驳了马英九。是不是因为这次发言让马英九未再获邀前往中国，还是身体因素，我不得而知。不过是身为过去主跑马英九多年的记者，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其实在卸任总统之后，不排斥两岸统一。马英九的统一选项的确是和平民主，没错。好，2019年马前总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就明确表示，若想统一，必须透过台湾人民公投同意，若不同意，则维持现状。2016年11月25日，在面对中国学生询问台湾为什么要对美军购，是不是要搞台独的时候呢，马英九这样回答：中华民国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有足够的国防，这是无话可说的。不知道你为什么有意见？然后语毕引来如雷掌声，这有什么不对？我购置国防实力，跟我反对武力统一，跟我主张和平统一，这3个不冲突啊。确实，在马英九前总统卸任之后，政治倾向微调为排除两岸统一，但他同时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坚持中国不能对台动武，坚持统一必须要在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结论：马英九其实没有变，括号太多，变的是现在的国民党。宋涛讲什么，然后呢，马英九讲什么？马英九讲说他的所谓的两岸统一的主张，必须是不能使用武器或武力威胁，也就是不能用武力来强迫台湾人的主体意识，跟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讲完之后呢，宋涛讲说，没有啊，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呢，要由两岸全体中国儿女一起决定。首先这句话不是只有宋涛在见到马英九之后才讲，这句话讲了 N 百年了。黄伟汉他是不是把一个两岸交流在那个舞台上彼此互相吃豆腐，变成是一种反驳？好像说
老共不给马英九情面，打脸了马英九，那你怎么不说是马英九去踢馆呢？这就看你怎么解释嘛。有参加过两岸活动的人都知道，就是一个舞台，大家各自去表述你想讲的，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你要独立你也得问对方意见嘛，那不然是在沟通什么？9年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哦，就他有表示说，如果要统一的话，必须透过台湾人民公投同意，那如果不同意就维持现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主张其实也是美国方面的私底下的想法。川普已经在说了，只要台湾宣布独立，我们就得要飞9500英里去救台湾。这个意思就是已经承诺了会来帮助台湾，是吗？这一句话的逻辑是，我不想飞9500英里，你不要给我搞台独，就是不要搞台独。意思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想付这个代价，所以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不支持你搞台独。好，但重点来了，黄暐瀚认为说，这个地方跟前面的是矛盾的，是冲突。如果没有过，那就算了嘛。但如果有过，那我请问你，根据比如说刚刚讲的反非利国家法，为什么两岸之间是可以有平等的这个地位？在法理上平，我们当然不是说军事或经济，那个真的落差太大了啦。但为什么在法理上我们是平等？两个政治实体，就是因为在历史的脉络跟这个政治实体上。好，那如果台湾这边做出了决定，通过的公投，然后也被人民授权所代表的 ，OK， 我们现在就是决定要和平统一，就跟大陆这边招手说，来，我们来谈吧，准备来统一了，要和平统一哦，就来谈了。那大陆这边也会尊重说 ，OK， 我们两个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然后就要开始来对接。请问这样算不算尊重台湾人民意愿？